为了把董宇辉留在新疆，小作文我也对了，热搜我也上了。看来文的是没有用了，那我只能以武会友了。董宇辉，小姑冷静。小姑你在干嘛？以武会友。我们新疆好地方哎，天山南北好牧场，戈壁沙滩边洋田，几时荣华冠农庄。戈壁沙滩边洋田，几时荣华冠农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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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美丽。辉哥，闺蜜们的舞蹈感觉怎么样？我的生活里大大小小，我里一想起你们准备好回家了吗？今天收到了一个在北京的新疆小姐姐邀请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北京传统的四合院。哎，阿木你来了，来快进快进！阿布，你终于来了，这一路太辛苦了。太好。你之前来过四合院吗？没有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来，也特别想看看。那我给你介绍介绍。看这个门楼，这几幅画叫燕京八景。燕京八景是秦明时期北京地区著名的景点，这些如诗如画的美景，见证了北京悠久的历史。这叫隐蔽墙。这是干什么用的呀？在老北京的说法里面，它可以挡很多东西的。走吧。这就是我们的四合院了。所谓的四合院，就是四面都有房子。这个好漂亮啊！但是我很好奇，这个院子里面咋可能还有一个门呀？这个叫垂花门。有一句老话叫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二门，就是内宅跟外宅的分界线。哎呀，这个上面的花纹太好看了吧！这些画跟这个上面的画都是故宫博物院大师的传人画的。这边是我们的厨房，这边是我们的餐厅，这边就是茶室。这两个房子都可以住人了。北京真的很大，这个四合院也是特别漂亮，我真的好喜欢。那加油努力吧，走吧，我们去喝茶吧。已经有人备饭了，今天我们要吃北京烤鸭。把董宇辉装冰箱，哎，不对，要把董宇辉留新疆，总共分几步，文的武的都不行，只能智取。第一步，打入内部，看工作证，东方甄选新疆行，文化旅游听制，权威有效哦。第二，窃取机密，我们看看他在新疆走什么路线。走。今天上午，古董去了新疆古生态园，那里有世界最多的汗血宝马。这个粉泡是我朋友，这里的马有很多，要几千万一匹。大家别着急，过几天我就给大家上链接。据可靠情报，古董下午在天山天池活动，天池古称瑶池。据说升华中西王母的蟠桃盛会就在这儿，现在西王母庙也在这里。第三步，守株待兔。我现在在天山天池，我带队在这堵它。
四部里应外合。喂，闺蜜吗？你快来呀！跟董宇辉的偶遇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这是你的机遇，也是你的挑战，燕池等你哦。据说明天，也就是13号，古董会前往独山的大峡谷，那里有一个玻璃栈道，可吓人了，但也很美。还有峡谷走钢丝，然后他居然不走独库公路，直接前往赛里木湖，这里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新疆必打卡的地方。各位新疆丈母娘，快带着我的闺蜜团来堵它吧！东方甄选来新疆了，董宇辉也来了。作为新疆文艺女青年，我马上就要跟他们会合了。各位新疆的丈母娘，看我有如何手段帮你们把董宇辉留在新疆。辉哥，既然你来了，那就别想走了。你说宇宙垂青这个星球留给人类一个地方叫新疆，我说此刻新疆光芒万丈，只因一道来自宇宙的光辉，叫宇辉。你说山海藏深意，置身其中才能洞见一方天地。我说这里多鼓励，安家落户才能理解幸福真意。你说万物皆有灵，忘却自己，方能窥见众生。我说新疆有真情，留你一人，其他才能放行。你说与内心博弈，终能遇见另一个自己。我说你放弃抵御，我帮你找到人生伴侣。你说行至新疆，可抵岁月漫长。我说留在新疆，方知人间天堂。愿你看遍江河湖海，阅遍人生百态，走过千里征途，尝遍天下美味。蓦然回首，终发现你在新疆压根就没走出去。挑战跟全国各地粉丝互换特产，主打一个真诚。看看我准备了什么：哈密瓜一个，把它包起来，放在箱子里。2罐头奶粉，这个爸爸妈妈喝特别好，把它装起来。新疆的特色小馕，新疆列坝，新疆的核桃、驼奶片儿，新疆的西梅，各种葡萄干，巴达木，新疆大枣，还有黑加仑、葡萄干，新疆的花帽。装好了，我们先讲一讲我们的规则。这一箱新疆特产我会随机寄给粉丝，你用这个箱子装满你们当地的特产寄给我就可以了。大家想互换的可以评论区留言，我会随机选粉丝私信要地址。今天寄给的是一个内蒙的朋友，让我们期待看看他会寄什么过来呢？挑战跟全国各地互换特产，主打一个真诚。今天发往山东，看看我都准备了什么。新疆的3色葡萄1箱，现在正是新疆葡萄成熟的季节，给它包起来。这个馕是我们新疆吃的手打馕，把它装起来。2罐驼奶片，2个新疆列坝，2盒驼奶饼干，1袋核桃，各种葡萄干，3袋西梅，1包大枣，还有一个我们新疆的小花坛，还有一个新疆小手鼓。想互换的关注我，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省份。好了，发走吧，让我们期待山东朋友给我们寄什么过来吧。挑战跟全国各省互换特产，今天发往云南，看看我都准备了什么。这是正宗的我们新疆大芝麻馕，是囊孔打的哟，把它装起来。新疆牛肉干，把它装起来。新疆的驼奶粉，爸爸妈妈喝的特别好。新疆的特色馕可以当成早餐。驼奶饼干2盒，新疆的列坝。新疆的灰枣1袋，还有我们新疆的和田大枣、纸皮核桃、葡萄干，新疆的炒馕、新疆的辣皮子馕、新疆的黑豆，装满了。如果你也想互换特产，关注我，评论区报名哦。这是什么？全国互换特产，今天收到了云南的回礼，整整2大箱，让我们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呢？哦，这是传说中的毒蘑菇吗？这是什么品种？大家谁知道吗？今天晚上我要试试，看看这大箱里面有什么呢？鲜花饼，看着就挺好吃的样子。云南卷粉，这是云南过桥米线，还有1袋云南卷粉，不同口味的云南过桥米线2包。哦，这个是薯片，还有1袋，3个口味了。百香果糕，
云饺小饼，这个我能用得上。这个是啥呀？咋吃啊？这个谁知道啊？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白酒，甜白酒，这个都没见过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！你们真狠呐，啥都吃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个是榨菜油，这个是蚂蚱，这个黑不溜秋的是啥呀？还有这个大白虫，这些都谁吃过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谁想换特产，评论区留言，别忘了关注我。在古代，一块美玉可以换15座城池。我国古人对玉为什么情有独钟？这块要拿15个城池换的玉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和氏璧。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，大家在课本中都学过，但真正的和氏璧到底是不是在电视剧里的样子，是没有确定结论的。相传和氏璧最后被做成了传国玉玺，自秦朝代代相传，传到晚唐5代10国，和氏璧就消失了。到现在1000多年时间，和氏璧再也没有中出江湖。后面各朝代的玉玺都是自己单独刻的，和氏璧能雕刻成玉玺，那肯定是一个比较厚的玉石。和氏璧是一位叫边河的樵夫在深山之中发现的，他坚定这是一个美玉，向楚厉王献宝，结果被认为是普通石头，欺君之罪，被砍掉了左脚。后来楚武王登基，卞和2次献宝，楚武王一看欺君之罪，砍掉了其右脚。第3次献给楚文王，楚文王领工匠抛开石头，结果真是宝玉。我也是纳闷，前2次为什么不切一下呢？这块玉石最终被命名为和氏璧，成了楚国的国宝，后又辗转来到了赵国，才有了完璧归赵的故事。和氏璧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玉文化，让玉成了权力的象征，王字多一点就是玉。那么玉璧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真相可能让您意想不到，在新疆出土了大量玉璧，看这件是不是和和氏璧很像？这些属于17时代的物件，这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砂轮的工具，是新石器时代打磨玉和石头用的。古人在经历300多万年的石器时代中，慢慢发现和田玉的硬度极高，韧性最强，因此用来制作打磨石器再好不过了。在新疆古老的村落里，还有相关工具的传承。最震撼的是这件可以360度连续旋转的多用途工具，中间这个就是玉璧。怎样，为古人的智慧点赞吧！和田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关注我，看下一集。注意了，6月份只上16天班，正常1个月是22个工作日，而6月份有端午节，6月8日到10日放假。另外，除掉其他正常的周6日，6月17到19日这个周1到周3放3天假。重要的是，这个假不需要调休。这几天是新疆的古尔邦节，备注：此放假方案只适用于新疆。古尔邦节，新疆可热闹了，家家户户都要宰羊。有没有喜欢吃烤羊肉串、烤全羊的朋友？安排来新疆蹭个假，来评论区报个名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库莫一哥们儿，然后今天我们带小谷去沙漠里边拍一组大片，但是呢，我又进不去沙漠，所以我喊了个狠人，来，大哥，兄弟 ，Hello， 亮哥好。今天等一下你带我们进沙漠，因为我自己开你这车我不敢进，完了你带我们进去，我们拍一组狠一点的大片，好吗？对，马达没有。兄弟，我们准备出发啊！等会儿啊！爬个山，头发快爬没了，站起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拿这个球，哎，对，手这样轻轻撩一点点，哎，对，撩出好就往前这样压一点点，可以这样拉着你的帽子，对，贴住，好，把头仰起来，闭上眼睛，对，好，肩膀还转回去，这样就正常走过去，哎，往那个英雄锅里看啊。200多米的条幅到底有多长？今天我带大家看看，这是一条200.2米的条幅。刀郎回家，山歌归家。没想到昨天篝火晚会，200多米的条幅已经填满了。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多长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快走，快走！
追不到我吗？追不到我吗？妈呀！对。2米，我们后面还留了一点儿。大家说谁牵好呢？看上面已经牵得满满的。仅凭2条腿徒步5000多公里，从新疆到北京，到底是什么体验？他叫阿布，一人1车1条狗，从开始出发徒步280天，9个多月抵达北京。今天让我们认识一下徒步阿布。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新疆喀什徒步到北京的阿布。阿布，我替大家问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徒步到北京？我就是从小就是特别向往祖国的首都北京，徒步也是我的爱好。我们新疆人民也是对祖国的首都北京特别向往，特别想来一趟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国旗仪式。我就打算徒步到北京，把家乡人民的对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份心意传递给大家。阿布，你在徒步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想放弃的时候呢？想放弃时候也有过，就是走在沙漠边上，有些时候那个沙尘暴让人特别难受，再加上有时候特别冷，我都想过好几次放弃。就是刮风刮的，开了2个帐篷，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支持，还有为我喊加油，再加上我们家乡人民的对我的祝福，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你来到北京以后有什么感想呢？感想的话特别深，第一次来到北京，自己也很开心，也算是完成了我20的梦想。然后就是北京这个城市特别大，而且特别漂亮。就是前几天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，我还去了长城。以前我在视频里面也看过，但是我自己徒步到北京看到的现场特别的震撼，我感觉一切都是很值得。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，或者是有什么计划呢？计划还是有的，我想是明年还得出去走一走其他的地方。这个冬天吧，想回家休整一段时间，照顾一下我的爸爸妈妈，尽我所能为家乡做一些贡献，把家乡的风景、特产、美食展示给大家。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视频的时候，你正在准备徒步到北京，正在焊你的那个小车。对，当时我特别担心，我也不是很支持，因为路途那么远，你一个人，我很担心你的人身安全。但你今天来到了北京，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。在后面的路上，第一，你要注意安全。然后以后的路上，我希望你能坚持下去，我们一起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到尾全场大合唱，你应该猜到是哪首歌了吧？那就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
这首歌是刀郎的开山之作，发行于2004年。歌曲一出，席卷全球，同时也带来了2个世界难题：为什么2004年了，唱的还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？第二，为什么8楼会有2路汽车？大家关注我，今天我一个视频解决2个问题。这首歌曲创作于新疆乌鲁木齐，2002年刀郎已经来到新疆，他的工作室就在乌鲁木齐的地标性建筑对面，这个建筑就是昆仑宾馆，因为有8层楼高，因此昆仑宾馆也被称为8楼。8楼门口就是2路车站。有一天，刀郎老师下班回家，赶上天降大雪，刚好有人在旁边说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刀郎老师听到这句话陷入了沉思，加上马路对面新疆姑娘穿上鲜艳的艾特莱斯，在雪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漂亮，此情此景代入感极强，灵感瞬间爆棚，一首神作就此诞生。那为什么2004年这首歌才发行呢？主要是因为这首歌在发行初期，很多唱片公司听到这首歌都表示欣赏不了，因此2024年新疆有哪些赚钱机会？11月10号开始，中哈2国开始免签30天，哈国公民可以在我国停留30天，而我国公民拿着护照同样可以在哈国停留30天，但是180天内不能超过90天。不过想去做生意也是够用了。我们梳理一下哈国的机会点。第一，哈萨克斯坦面积很大，可用农业土地较多，所以当地地价很便宜，1亩地从100元到300元不等，而且是永久产权。但是哈萨克斯坦明确规定，不可以将土地出售给外国人。现在也有很多相关中介做这个，但是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盲目信任，谨防上当受骗。第二，这边承包种地，一般面积都是几千亩起，投入也会比较大，没从事过农业的要谨慎。第三，哈国的很多服装、鞋帽、日用百货等，大部分都是来自我国制造的。现在实现了免签之后，可以方便更多厂家来到这里参与商品的展销，他们的商品价格相对还是比较高的，这还有很大的空间。第四，哈萨克斯坦鼓励生育，这边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孩子，所以跟儿童相关的产业还是很有潜力的。另外，哈萨克斯坦女性也偏多，美妆丽人相关的产业也应该很有机会。第五就是旅游了，新疆到哈萨克斯坦是非常方便，坐着大巴车就可以去了，花几百块钱体验一下异国风情，还是很划算的。大家还有什么好的赚钱机会，可以评论区里讨论一下哦。
2024年你最想去旅行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在评论区许个小心愿吧。如果还没有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，快加到你的2024年计划清单里。1月到5月之间，你可以来到北疆滑雪。对，新疆的雪期很长，可以滑雪到5月。可可托海、禾木、阿勒泰都是非常美丽的，也可以来到喀什，感受独特的人文风情。这里不受季节影响，6月整个新疆都开始变得非常美丽了，屹立河谷的草原焕发生机。这个时候来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，一天四季的独库公路也差不多开放了。7月、8月，新疆不光有美景，哈密瓜、葡萄也陆续上市，可以一饱口福。9月去喀纳斯看秋景，10月去帕米尔高原看雄鹰，去塔里木河看胡杨。11月、12月又开始可以滑雪了，而且这里的冬天像童话世界一样。怎样，心动了吗？2024年您还有哪些心愿呢？跟我讲讲。新疆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新疆的旅游行业将会迎来一波新的机遇。说几条利好政策，大家看看心动不？2024年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在吐鲁番召开了，此次会议空前盛大，马伊琍、迪丽拜尔、迪丽纳尔、王琦等明星助战，新疆文化旅游相关的部门领导几乎全部都在。大会500多人参与，共同谋划新疆旅游行业的发展之路。针对新疆旅游将投入1.78亿元专项资金。下面的利好跟大家息息相关。第一，针对新疆优化国内国际航空网络，南方航空将增开新疆热门旅游航线和定制航线，航班增多，机票价格应该会更优惠一些。第二，飞猪旅行将推出66元随心飞的新疆特价机票，而且还会开设官方租车门店，提供本地租车、异地还车服务。第三，高德地图暑期将推出100元新疆打车补贴优惠券包，提升出行体验。另外，新疆针对旅游相关行业的管控和优化将会持续开展，全面提升大家来新疆的旅游体验。新疆是个好地方，期待大家来到新疆。此次会议还确定了一个新疆旅游的新标志，大家看看这标志有什么含义呢？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，我们在乌鲁木齐。能吃辣不？可以，可以。也是很强，就像那个压缩饼干一样感觉。巧克力好吃。他就一直470。这苹果干好吃。这个他都在上海，他们说奶香味加的有点牛奶，我说不会加。你是没添加什么东西，就是牛油，就是研发这些东西。关注品味新疆，跟随我们一起解锁更多新疆好产品，见证新疆发展新机遇。大美新疆，未来可期。世界改装看中国，中国改装看新疆。你可以怀疑新疆改装的水平，但不能怀疑新疆改装的品味。看这一辆辆阿达喜战车，你是不是心动啦？新疆不光改装车，还会改装电动车，也会改装大卡车。如果你也喜欢改装车，你一定要来阿达喜战车的摇篮新疆喀什。据说没有一辆思域子、朗动子、奇亚子、捷达子能素颜走出喀什。如果你来新疆，打开一辆出租车门，突然走进一个夜店，那非常正常，请尽快融入，放飞自我。最近阿凡提彻底火爆，好多新疆朋友都在纳闷，心里都有同一个疑问：难道不是只有我们新疆人从小熟知阿凡提吗？难道全国的朋友都知道？朋友们，要是你看过阿凡提的故事，赶紧把你的省份打出来，让我们看看究竟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经典的角色。首先必须跟大家科普一下，阿凡提根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大翻译过来就是智者、老师的意思，是大家对聪慧之人的尊称。而当年那一部陪伴几代人的经典木偶动画，拍摄过程真的太不容易了，这可是纯手工打造的定格木偶片，没有任何的高科技辅助，每1秒24帧的画面全靠工作人员逐个拍摄，剧组要提前准备几10个阿凡提木偶备用，因为拍摄时稍微磕碰就会损坏，工作人员每天蹲在场景里一点点微调木偶的动作表情，耗费1整天的时间，最多也只能拍出20秒的成片。为了还原最地道的新疆风情，主创团队专
专程远赴新疆喀什，耗时数月采风、搜集素材，从人物的服装、妆容到集市、建筑的场景搭建，再到配乐里面融入萨塔尔、日瓦普、手鼓等新疆传统乐器，每一个细节都打磨到极致，用尽心血还原西域风貌。这部耗时数年打磨的动画，最终也收获了傲人的成就。它斩获了文化部优秀美术片奖、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，还拿下了美国芝加哥国际儿童电影节1等奖，甚至获得过奥斯卡电影节的荣誉证书，成为首个走向国际的中国木偶动画。它不只是一部动画片，更是刻在几代中国人童年里的经典，让新疆民间智慧传遍全国，成为跨越地域、跨越年龄的文化符号。这样用心打造的经典，难怪能火遍大江南北，永远被大家铭记。演唱会结束以后，好不容易休息几天，你们天天催我，天天催我，好吧，我终于开始工作了。今天我们要去阿克苏，大家心心念念的阿克苏的冰糖型苹果终于要上市了，大家注意了，现在经过3次双降的阿克苏冰糖型苹果才是真正核心产区的。这次我去阿克苏的任务是摘1车苹果，大家期待吗？请告诉我，中国足球的希望在哪里？朋友们，属于新疆的世界杯在阿图什开幕了，来看现场，世界波倒挂金钩，后脚跟过人，你能相信吗？你没看错，这就是新疆阿图什足球邀请赛。参赛队伍来自新疆10个地州16支队伍，这次球赛的奖金高达210万。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已经是第3届了，想必你也是来过新疆的人，但这阿图什到底在哪里？阿图什位于新疆南疆，是科兹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首府，是我国地理位置最西的地方。为什么比赛在阿图什举办？因为阿图什被誉为100年足球之乡。阿图什的足球运动已经有140年左右的历史。1885年，阿图什的伊科萨克村正式接触到了足球运动。1927年5月，伊科萨克村足球还击败了外国领事馆的足球球队。这场比赛也都快过去100年了，但热爱从未停止，足球运动已经在阿图什生根发芽了。朋友们，期待吧，中国足球加油！今年新疆有2件事儿都是一票难求，第一就是刀郎老师的演唱会，4场门票都很难抢；第二就是现在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，听到最多的就是门票没有。阿图什足球赛是场场爆满，有没有懂足球的说一说，阿图什足球邀请赛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？阿图什足球邀请赛现在比赛已经到了1/4决赛，前8强分别是阿图什有2队，亳州、克州、和田、霍尔果斯、伊宁、喀什，这2天4强即将决出。朋友们大胆的预测一下，冠军到底是属于哪支队伍呢？歌曲叫《艾利弗与塞乃姆》，我寻遍天山南北，我要找到你，塞乃姆。不管是跋山涉水，历尽千辛万苦，这里寻遍天山南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这是在地理空间、自然环境和人文交通3重维度上都充满了极限艰辛的真实跋涉，其难度非常之大。天山山脉横亘新疆中部，将新疆分为南疆与北疆。天山南北覆盖的区域超160万平方公里，几乎相当于7个湖南省的面积。从北疆的阿勒泰草原到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，从伊犁河谷到吐鲁番盆地，不仅直线距离动辄上千公里，还隔着无数陡峭山口、戈壁荒漠和无人区。在没有现代交通的背景里，靠骑马步行穿行，一趟完整的天山南北寻踪，可能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。上千年前的张骞出使西域，驼队马帮穿越天山要7天7夜；上百年前的左宗棠抬棺出征，急行军靠栈道穿越天山需要3天3夜；几十年前的刀郎来到新疆天山南北采风，汽车通过独库公路也需要整整1天。但现在在基建狂魔的疯狂输出下，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顺利通车了。天山胜利隧道全长22.13公里，2020年4月隧道开工建设，用14年多全部关通。它的顺利通车让南疆北疆的通行时间缩短至3个多小时。隧道开通的第1天，我就驾车体验了这伟大的壮举。我寻遍天山南北，我要找到你，塞乃姆。现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有千辛万苦了。